年前，陈情令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两位年轻演员的事业轨迹，也悄然种下了暗恋的种子。无数观众在剧里看到魏无羡和蓝忘机之间的深情，但在剧外，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肖战和王一博的互动似乎比角色更加真实。那时的他们，眼神里藏着秘密，笑容背后似乎有未说出口的情感。许多人第一次怀疑，这会不会是真实的暗恋，而不是单纯的表演。舞台上是角色，私下却有着超越同事的默契。暗恋往往从眼神开始。回顾无数采访与活动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肖战和王一博的眼神交流几乎带着电流。当镜头转向他们时，往往只是一瞬间的注视，却足以让粉丝尖叫。心理学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眼中出现微笑的光，那往往是真心的流露，而不是伪装。王一博在舞台上冷酷，但只要肖战在，他的眼神立刻柔和，仿佛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除了眼神，他们的肢体语言同样耐人寻味。王一博一向高冷，但面对肖战时，总是不自觉地靠近。无论是肩膀轻触，还是走位时自然的默契，都让人怀疑，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是一种潜意识的吸引。肖战则习惯用温柔的微笑化解尴尬，但他对王一博的关注总是格外明显。暗恋就是这样一种微妙的靠近，既小心翼翼，又难以掩藏。许多人说，《陈情令》是他们暗恋的起点，但细细品味，却更像是他们内心的投射。魏无羡与蓝忘机的关系本就带有深情厚谊，而肖战与王一博在表演中，仿佛将真实情感融入其中。每一个拥抱，每一次凝视，都超越了剧本的要求，充满了私密的情绪。观众们因此坚信，这是他们借角色说出的心声。有一次在某场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突然提到有没有人暗恋过身边的同事。镜头扫过，王一博下意识地看向肖战，而肖战则低头笑了。这一幕成为粉丝心中的经典，难道他们真的在用无声的动作回应？或许这就是暗恋的真谛，无法言说，却藏不住。2022年的 W 之夜，他们的再次同台让粉丝泪目。6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是青涩少年，却依旧在彼此的身边。当肖战走上舞台时，王一博的眼神追随，几乎没有片刻移开。有人说，那一刻，他们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陈情令》的夏天。重逢不是偶然，而是命运的呼唤。即使多年未合作，他们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默契。在游戏互动中，他们总能第一时间理解对方的想法。在粉丝眼里，这种默契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暗恋最真实的证据。因为真正的喜欢，往往不需要语言就能心有灵犀。肖战在面对舆论风暴时，王一博曾低调发声支持。他没有直言，却用行动表达立场。同样，王一博遭遇误解时，肖战也选择在公开场合给予肯定。这种互相守护，正是暗恋里最温柔的部分。他们或许不敢直接表白，但却愿意为彼此挡风遮雨。粉丝的眼睛永远是最敏锐的。从舞台上的小动作到后台的互动，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分析。有人说粉丝过于脑补，但更多人相信，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怎么可能出现那么多巧合？在粉丝的视角里，这段暗恋早已不只是幻想，而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在一个 LGBTQ+ 常常被评判的社会中，肖战和王一博的关系尤其珍贵。他们或许没有公开承认，但他们的眼神、行动，让无数人看见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不分性别，不惧偏见。正因如此，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全世界的心。在幕后采访中，曾有工作人员提到，两人总是习惯性地关心对方。王一博虽然寡言，却会悄悄为肖战准备水和毛巾，肖战则会在紧张的场合默默给王一博打气。这些细节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生活里的点滴。暗恋就是把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却又无处不在。有人发现，王一博的歌词里曾多次出现光影、归处等词，
而肖战的采访里也曾提到有人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当这些话语拼凑在一起时，仿佛就是他们之间的暗号。音乐与语言成为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不直白，却格外深情。6年过去，他们经历了事业的起伏与舆论的压力，但这份暗恋似乎从未消散。相反，时间让他们的感情更显坚固。真正的暗恋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像陈年佳酿，越久越醇厚。肖战的笑容总能融化无数人心，但细心的粉丝发现，他的笑容在面对王一博时，总是与众不同。那是一种放松的笑，一种没有防备的笑。心理学上，这往往代表着信任与依赖。或许正是这种笑容，让王一博始终难以移开目光。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王一博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特别的人说。王一博沉默了几秒，然后只是淡淡笑了。粉丝疯狂解读，这是不是他把答案留给了心里的人？沉默有时候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深情。有人说，两人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从《陈情令》到如今，他们一次次被拉回到同一个舞台。或许这就是命运不愿放手的羁绊。暗恋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奔赴的奇迹。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见证了他们的故事。从最初的怀疑到如今的坚定，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份暗恋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属于他们两人，也属于所有相信爱情的人。或许他们永远不会在公众面前坦白，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真正的暗恋不需要言语就能传递温度。正因如此，肖战和王一博的故事或许会成为中国流行文化史上最经久不衰的暗恋之一。它像一首无声的情歌，流淌在人们心中，久久不散。如果说《陈情令》点燃了火种，那么此后6年的时间，就是观众与媒介共同添柴的过程。所谓暗恋，并非只活在两个人之间，它更像是一面被无数镜头反复擦拭的镜子。采访中的眼神回望，舞台上不经意的走位，后台对视后同时上扬的嘴角，这些碎片被剪辑、拼贴、循环播放，逐渐生长为一种可共享的情感脚本。粉丝并不是被动的观看者，他们会考据时序，拉出时间线，将相似的动作标注为惯性亲近，把不合时宜的沉默解释为欲言又止。这一切既是浪漫想象，也是社会情绪的外溢。当现实世界对 LGBTQ+ 情感表达仍存压力，人们更愿意在明星身上投射理想化的无声相爱。媒介的放大效应也值得关注，平台算法偏爱心跳时刻，视频标题倾向刺激表达，于是每一次同台，每一个眼神都会被重新命名为证据。久而久之，暗恋不再只是猜想，它成为一种被广泛参与、不断复述的仪式。更微妙的是，两人的公众形象也在这个过程中互为镜像。王一博的克制冷感与肖战的温柔体贴构成了互补叙事，让他懂他的想象拥有了最完美的接口。正因如此，哪怕没有任何直白的表白，人们依旧坚信他们的故事穿越了角色边界，折射了一个更勇敢、更包容的情感愿景。换言之，暗恋之所以经久不衰，并非因为锤够多，而是因为它承载了大众对被看见的爱的共同期盼。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实锤，而是选择。面对滚烫的关注度，他们始终将私人边界置于聚光灯之外，不主动回应，不借势炒作，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维持一种张力。这种沉默的伦理并非退缩，而是对彼此与粉丝的双重尊重。他拒绝把情感简化为流量素材，也允许所有温柔停留在心照不宣的空间里。对观众而言，浪漫并未因此消退，反而更显珍贵，因为你我都明白，真正的亲密从来不靠喊话证明，而是靠岁月累积出的稳定与照看。至于未来的可能，或许有3种路径：其一，再次合作，以角色之名再次并肩；其二，保持各自发展，在偶尔的相遇中留下仍懂你的注脚；其三，在完全不解释的沉默里，让故事回归日常。无论哪一种，
都不影响这段被看见的暗恋继续在大众记忆里发酵，它不必抵达官宣，也足以成为许多人理解爱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个叙事推动了公共讨论，如何以善意观看名人的私人界限，如何让不同取向、不同表达被温柔对待。当你愿意